国务院印发了一个东西，叫做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这是国务院正式印发的。这是这一次叫20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颁布的一个政府性的官方的文件。那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文件的重要程度了。也就是这个20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个应这个20届三中全会精神颁布的文件，就这么一个文件。所以这个文件一定是要看的但是内容就不跟大家全讲了，没有意义。这个文件为什么要发？看一下意义，就看个头，叫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咱们知道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词，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习近平创造的，这是这个傻逼很自豪的一个词儿。所以20届三中全会这次开会的议题是什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讨论稿，就讨论这个讨论稿。这次20届三中全会目的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以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很重要点题，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当然这个事一会儿你知道跟农业没关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扩大内需跟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为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到2035年制定本行动计划。那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名字，咱们看这个名字叫做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城镇化战略为什么针对的对象是农业农村农民？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按理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城市对于正式的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还做得很不完善。先跟大家说一下在中国大家听的城镇化跟城市化是一个词，去中国所有网络查，有的时候用城市化，有的用城镇化，是翻译过来不同文件的差别。但如果你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什么360上一查，城镇化就给你出城市化一个词儿，城市化出城镇化一个词儿，不用在这抠字眼儿。中共的政府文件在以前用过城市化，现在用的都是城镇化大家明白就行了，好吧？这是一个词儿。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搞好，把城市建设好？主要面对的是农村呢？这个就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需要考虑的。整个文件不跟大家念了，没任何意义。文件印万字，将近1万字，又臭又长，没什么内容，就聊几个关键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几个保障：一，为了保障城镇化把农民农村农业全部都归到城镇里面；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估计没有农村人口了，农村的户口没有了。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到了常住地，为了让这些农民能住下来，服务的东西都要有，能够让他们住下来。第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听明白了农业转移人口在把农村的人全转移到城镇就业。四，保障随迁子女，农民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的权利。农民进来，孩子进来。五，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这些人有房子，想想这房子怎么弄。六，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他们还要交社保。就这6点，这会就这6点，不是我总结的这个文件就这6点。那这个目标的达成要经过5年的努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健全，协助推进潜在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明显，加快培养一批辐射能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安全韧性短板得到有效的补齐，常住人口很重要，城市化率提升到70%，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年70%。讲什么呢？张老师给我念了半天，讲什么呢？哎，有人已经写了，都明白了。这个文件的核心要表述的，跟我们这次20大3中全会文件中的重点的2个重点吧，我们算2个，其实是3个重点有关系。一，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就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提振消费，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23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要再重复一遍。第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第三就是全民的社保，增加这个社保。那主要是前2部分一脉相承。怎么一脉相承啊？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一个月以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3中全会之前唯一出台的一个法律，加上这个唯一的第一个政府文件，一通稿明白了。最终呢，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府文件，把所有中国的农民最大化的从农村中赶到城市里面，特别是劳动力能干活的，只要能动弹、能劳动的，想一切办法不让你们留在农村。反正根据法律以后，农村的房子、土地资源都不再是农民个人的了，都是集体的，都是公有的，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你们受不了怎么办？进城。有人说呢，这样农村不就空了吗？哎呀，种地啊、粮食啊之类的，怎么解决？太容易了曾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过方案，广大的学生毕业了都没工作，都失业，每年几百万上千万人全部上山下乡，都去农村。这些人的家按照城镇化率都在城里面，他们在农村待个3年他也待不住，所以最后怎么样？待个2、3年，该种粮种粮食，该劳动劳动，最后待几年还回到城市，就业问题解决了。反正农村的活得有人干，得有人种粮食，而且这些人不用在农村有宅基地，不用有私人财产，所以这样这几百上千万学生足够填补这些能动的农民全部进城的空缺。为什么要让农民全都进城？根据这2个法律很明显这属于强制性的了。这边剥夺农民所有资格条件，那边拼命排挤农民，让农民进城，城镇化率。目的就是上面说的3个：一，提振消费；二，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三，增加社保的交纳人群。明白了？因为只要农民进了村，从过去中国的城镇化经验来看，农民进了城，那就有吃喝拉撒睡的需求，衣食住行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农民里也有钱的，肯定有钱的。那有钱想住的好的呢，就在城市里去买房子。没钱的呢，那经济适用房也好，什么公租房也好，租房子等等。这么多人赶进城市里去买房租房，这不就构建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了吗？这不就 OK 了吗？那这么多人需要吃饭吃喝拉撒睡，这不就提振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了，他得吃东西蛮简单的吧？消费就提振了。那农民呢，他的需求又很低，什么苦活累活都可以干，它能降低城市的用工成本，而规定使用这种最低廉价农民工，帮助他们强制性上个社保，这样的社保问题解决了，还能帮助很多企业供给端降低成本。其他还有很多边边角角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就不跟大家都念了，里面有很多包藏祸心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主要的目的跟大家讲了这3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吗？这第一个是强制性赶进去，你赶紧得活呀，所以通过消费来榨取农民的剩余财富，对吧？第二个呢，榨取农民的廉价劳动力。第3个，让农民成为所谓支撑社保的新的这些交钱的力量。反正你们都老了，而且将来能不能保都不重要，农民一般都肯定很抗揍，肯吃苦，出了问题也不见得经常会去医院等等。当然了，中共花这么大力量出的东西，
环卫工那也是要工资高的，就有的经济不好的地方，经济好的地方，如果环卫工一个月就要1000块钱，要800块钱如果环卫工就要1000，要800，那很多地方还是招得起的。去城市农民可以拥有公务员编制，那就太棒了。如果去城市的农民拥有公务员编制，那就太牛逼了。但是我很怀疑那时候中国的公务员会不会超过2亿那咋办？公务员是不劳动的，公务员是白拿工资的，都是人民养的，那怎么办？我懂大家的意思懂大家的意思，好吧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问题，大家可以仔细自己去看看这个国务院的文件，自己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核心思想，当然至于这个玩意儿发了能不能达成目标，我肯定觉得是没戏的，怎么可能呢？现在老百姓都这样了，社会发展到这样了，这个玩意儿完全脱离现实，就梦里面干的事儿。也就是当党出了一个目标，我们要干成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做梦说这傻逼想我们能把农民都跟蝼蚁一样这逻辑都给弄过来，把他们的资产也没收掉等等，赶到城市里让他们消费上我们是不是就能缓和危机了是挺好这就是自己编完了又自己瞎逼弄的。然后呢这个逻辑上呢也就能骗傻逼习近平这种人底下的人看破也不会说破傻逼习近平说这不错，这个思想不错农民都赶到城市里扩大消费，把他们的这主意挺好然后再跟有人说农民也有什么什么挣钱多的呀，在农村有很多有钱人那再一编造城市里有钱都寄回去了什么等等那可能这傻逼还特别高兴放心吧，就类似这种文件将来还会有，这都属于现在中央特别牛逼的这些干部在国家级智库专家的思维的火花之下写成的振兴中国的文件。那这么多未来现在出台的和未来的文件的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得足够坏，足够傻逼。不足够坏，不足够傻逼，这个玩意儿都不能呈现在台面上所以大家自己去想，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有很多人现在还能吃得了饭，对，但是我跟大家讲讲，真的出问题急转直下的时候，不是慢慢你吃不上饭的，你真有一天要吃不上饭，按中国这种体制，那可是说吃不上饭你就吃不上饭了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国家太大了，资源太不均衡，一旦国家去控制资源了，强制管制资源了，马上瞬间老百姓就没东西了，好吧这个就是现在的。对呀有人说农村都没多少人，是很多地方没人了，剩下都是老头孩子，但是不一样上面的人知道吗上面的人需要知道吗？不需要，有这么一个拍脑袋的主意就 OK 了，好吧就 OK 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聊一聊，咱们可以互相之间沟通交流一下我再说一遍，我讲解这些中央文件，你们谁觉得我讲的有问题，核心思想不突出或者讲歪了大家就直接在评论区说，或者在我的说完的视频底下评论都可以，我可以按你们的思想咱们研讨咱们纠正。但是以我在国务院参事室待这么多年读中央文件的这种经验深度，我就只能阅读到这个份上，就读完了都是让我很难受的，就是他妈这种傻逼文件能出来，真的是让我很难受的这个习近平这脑子这真的距离精神病是不远的。这个文件解读完了就告诉大家一个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在农村待着的要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大家清楚就好了未来在农村待着要面临一个什么局面农民进来，你哪有农民真进来呀？你怎么还没明白为什么说这个文件实施不了你觉得农民真的还有钱吗？6个河道农民有钱吗？就是农村他的生活成本多低呀，农民有钱吗？他逛个大集弄个东西，你觉得有多少农民是有钱能在城里面具有消费能力的呀？怎么办呀？真是唉。